今天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水彩笔。笔毛的种类又有分为第一个动物毛，例如说松鼠、雕、羊、马；第二种人工毛，像是尼龙毛，还有仿制动物毛的人工毛；第三种是混合毛，有的是人工毛和动物毛的混合，有的是不同动物毛的混合，例如马毛混松鼠毛。那么笔毛的属性又可以简单分为吸水性还有弹性。吸水性好的话，如果要晕染、要接色，还有比较大面积的画，都会很好用，你不用一直回调色盘吸水、吸颜料。而弹性好的话，我自己认为感觉上是在下笔的时候会比较有力道，很像笔的中心有一个支撑力，好让我控制笔去适应各种不同的形状还有线条。如果觉得刚刚的形容太抽象，可以拿牙刷在手上按压，会觉得有支撑力，越有弹性就越有这种支撑力。这支影片主要会挑3种毛介绍，这3种毛是各个属性中的极端。有弹性最佳的尼龙毛，这是人工毛；吸水性最佳的科山松鼠毛，这个是纯动物毛；以及弹性和吸水性都很优秀，有顶级画笔之称的柯林斯基貂毛，这个也是纯动物毛。除了以上这3种之外，我也会介绍我手中现有的笔毛。因为时长的关系，所以可能等下一次介绍。我先来预告一下下一次会测哪一些笔。有虽然吸水性和弹性各方面没有以上3种好，但是很经济实惠的骆驼毛。虽然称为骆驼毛，但它是羊毛还有马毛的混合。我也会顺便介绍一下羊毛还有狸毛。另外我也会测试这几只，但是因为它们的大小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就不测试吸水性，然后只是画几笔给大家看演示一下。这个是马毛跟松鼠毛，这是马毛纯貂毛，黑貂毛，这个是西伯利亚松鼠毛加人工毛。以上是我们下一次要介绍的笔，接着继续说貂毛、松鼠毛、尼龙毛。画笔这么多，为什么要介绍这几支呢？首先是为了要确实了解笔的属性，什么是弹性最好的状况，什么是吸水性最好的状况。那在挑笔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明确的范围，然后我们可以再细想，再去思考我现在缺的是哪一种笔。接下来最实际的问题，也就是价格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表，好的贵的笔有1000块以上的，一般等级比较便宜的笔也有100块、50块以下的。这一支影片其中一个用意就是我现有贵的好的笔可以试给大家看，让大家有一个范围，有一个认知，所以大家不用一开始就买到最贵的笔，而便宜的笔大家预算够的话可以亲自买来试试看。我来说明一下测试笔的能力的方法。弹性也可以说是支撑力，会用画曲线的方式测试，有支撑力手施力会比较容易，线条也比较整齐。弹性在影片中我还是会觉得比较难表现，你必须要亲手用用看才会更清楚支撑力跟它回弹的这个力道。测试吸水性的方式是，我会尽量用几乎一样大小的笔刷沾一笔颜料，平涂在一样大小的空间，看能画多满。但是就算是同样编号大小的笔，不同厂牌可能长短宽窄都有一点点差。我先来举一个例子，柯山松鼠毛比柯林斯基貂毛稍微窄，也比貂毛稍微短一点点。等等我们在涂格子的时候，也可以一起看看有没有差别。
另外还有一点，我个人觉得是在挑笔的时候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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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，就是聚锋。聚锋也就是当笔在吸收颜料或水的时候，它的笔尖是不是能够收尖。不管是哪一种毛，不管多便宜，不管多贵，都要注意观察它的笔尖有没有聚拢。如果你买的时候笔是没有胶，是散开的，就要注意观察它的笔尖是不是有足够的斜度。那像这一支笔，我不知道这一支笔是不是本来的设计就是要这样，可是它就算沾水，然后用手指去塑形，也完全不会收紧它的笔尖。那这样子我在画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画细节，可能只能把它拿来作为晕染。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测试的阶段，先看弹性好、吸水性也好的柯林斯基貂毛。有介绍说这个是水彩笔中最顶级的笔毛，它的吸水性很好，弹性又很好。这一个格子的长宽是 9.5 乘 25.5 公分，它一笔就可以画这么大的范围，可见它的吸水性是真的很好。我们用画线条来看它的弹力与支撑力。这支是很多年前买的，我忘记当初笔尖的状况如何，但目前其实用起来不是很理想，但是我看其他人用都蛮好用的，所以可能是我使用上的问题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线条是很平整的，是支撑力很足够，所以画起来不会有很多岔出去的角度。换一个笔法来看笔毛的柔软度，用不同笔法来看一下它是否灵活，能在不同的角度之间轻松的转换。然后不同的笔它画出来的形状也会有不同的个性。下压起笔通常毛会分散，但不同毛幅度也不同。这里有分散，但补几笔之后就会自动聚拢，有一些笔则不会。这里看线条，如果弹性够、支撑力够，画线条会比较顺手，比较有力度。虽然我这一支笔有聚锋的问题，也就是笔尖的问题，但它画出来的线条不会忽粗忽细，有支撑力，很稳定，然后又有吸水量，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笔。接下来是吸水性最好的柯山松鼠毛。松鼠毛是动物毛中最会吸水的，而据说这种毛又是松鼠毛中最优秀的。先插入一个关于动物毛的话题，如果有意愿想要减少动物毛的使用量，可以选择仿动物毛的人工毛。虽然有人说人工毛无法取代动物毛，但工艺科技随着时间进步，人工毛也够好用。印象中，德国达芬奇有一款价位较高的仿松鼠毛系列，它就是想要做到仿真好用，借此减少动物毛的用量。画面可以看到它的吸水性很不错，它其实比刚刚柯林斯基的毛再短一点点，但是画起来的范围差不多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拉斐尔的松鼠毛还有802系列是松鼠毛混马毛，可以看到笔杆是原木，而且没有上保护漆，所以会很容易沾到颜料，像手指的那一个部位。803柯山松鼠毛笔杆有上亮光漆，就是比较小只的这一支，所以不用怕笔杆沾上颜料。如果想要买802又不想要笔杆跟我一样变脏的话，买来之后可以自己先上一层漆保护。来画线条是弹性，松鼠毛相较没有貂毛和尼龙毛有弹性，它很柔软，但不至于到整个瘫软，所以不会难用。聚锋性也很好，比起貂毛要更注意手控制的力道，小心用笔尖画才能让线条粗细差不多，但还是比较容易在下压转角的时候，因为柔软的关系而不容易转换角度，所以在转弯的地方比较粗。
下压的时候因为软，所以不太需要用力。它偏柔，但是还是有弹性，锯锋也好，因此就算柔软，可是笔的形状也不容易岔开。下压起笔时，笔毛会自动聚拢。继续看线条，线条也很好画。如果要画细线的话，要注意笔尖提起来一点，施力轻一点，不然因为它柔软的关系，所以一用力，线条很容易变粗。接下来要讲弹性好的极端，尼龙毛。我可以看到它的吸水性比松鼠毛还有貂毛少很多。当然这是小支的笔，所以这种状况会更明显。但如果不是画太大的面积，这个吸水量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。看一下画面中的线条，因为弹性好，有支撑力，所以不用花太大的精神，就可以把线条维持在差不多一致的粗细。比较不像刚刚松鼠毛，在湿地的时候会需要注意不要太重，因为它锯锋好，所以在转弯转折的时候不用担心笔毛会岔出去，会分叉。下压的时候，比起软的毛，它会比较坚硬，有一个回弹的助力的感觉。可能是因为太有弹性的关系，所以它笔头、笔尖压下去的变化也会比较少，因为很容易回弹。如果画植物，会需要比较多的变化，因为像叶片啊、草地啊、远处的花呀，多有一些笔毛的变化，它画出来的形状才会比较活。可是如果你太一致的话，会变得比较僵硬。下压起笔时，笔毛会自动聚拢，因为它的力道比较集中，所以画线条的时候会更好画一点。我们现在进入实际绘图，来画一颗水果。左边的是尼龙毛，右边的是克山松鼠毛，主要还是看它晕染的状况。其实现在就已经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，尼龙毛的水分可能比较少，所以它的色块会比较明显，有边线。松鼠毛则是比较多自然的晕染扩散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紫框的小画面。尼龙毛少水的问题，其实可以换一下画法，还算可以解决，就是先铺水再上色。可以看到它比刚刚锐利的边缘柔和了许多。那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它的晕染。接下来讲一下克山松鼠毛。用这一支笔画这一个大小的水果，没有太多控水的问题。可是如果要拿中或大支的松鼠毛来画这个水果，就会需要注意水量。当然，如果控水技巧好的话，就不用太在意。我们一直在说的控水，就是控制水量。控水不熟练，可能就会让笔太多或太少水。那如果是用松鼠毛的话，它又比较容易吸水，所以会比控制不好的水量又再更多水。到底太多水会导致什么问题呢？简单来说，我新加进去画面的颜色会因为水分太多而一直扩散，其他的颜色铺不上去。举例而言，如果我要从亮画到暗，那体积感就会做不出来。因为当我好不容易调好了暗部的颜料，结果我的水分没有注意好，太多了，一笔画下去的时候，它暗部的颜料全部都扩散到我亮部，变成整个物体都是暗的。我也顺着来说一下我的感想。
这些顶级的动物毛，还有专业知名品牌所制作的笔，有它们价格昂贵的原因，因为材料很珍贵，还有品牌的研发制作工程非常的细致，笔是真的很好画，能让作画顺畅很多，你不用担心脱胶、掉毛等等之类的。但是贵的、顶级的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的状况。如果我控制水控制的不好，就像刚刚讲的，总是会把水调得太湿，那买吸水性好的克山松鼠毛可能就会更难控制水分，除非我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磨练自己。但单看画面，现在的完成品可能看不太出来差别，只是我在作画的过程中，对于我自身使用者的感受是有差的。所以不是要买贵，而是要买适合自己的笔，而且每一个人看重的也不一样。我也有听其他老师说过，宁愿在笔上省钱，也不要在纸上省钱。有没有需要买很多笔呢？例如羊毛的一套、貂毛的一套等等。当然不同大小、形状，笔毛有不同的功能还有特性。可是我买过的笔之中，常用的其实也是4-5支。我认为在购买前可以思考的是，第一，要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看，可以依照笔毛的特性去挑选它的大小。例如羊毛、松鼠毛吸水好，可以买排刷或者是大笔，能够发挥它的实力。第二，就是以自己的需求来看，我希望有一只小的松鼠毛也是可以。简单来说，了解笔的特性，认识自己的需求，那么也是希望这一支影片有助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笔的特性，让这一些特性可以视觉化。这里补说明一下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小心不要买到油画专用笔。油画专用笔也有貂毛、尼龙毛跟猪鬃，可是对于画水彩来说并不方便，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那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